戴老板这一死，你我这些追随他打天下的兄弟，如果再不挪窝，那可真就成了人家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走了也好，免得以后这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。那以前跟随过你的那些弟兄呢？弟兄，跟你一样，都被毛人凤划归麾下了。我现在是无职一身轻，逍遥自在的很呐。民国呀，民国，你可真是大的容不下一个人。家里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什么？革命多年，却身无长物，唯有一子，还有糟糠之妻，膝下承欢。四哥，我怎么觉得你变得消沉了？我这不是消沉，我是活明白了。当下两袖凄凉，我才体会到什么叫人情冷暖。革命，革命，说白了，不就是给自己的巧取豪夺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吗？你知道五子登科的新解释吗？国民党接受大员有五子：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婊子、条子。好了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以后有空，别忘了来阁老山，看看你这倒霉的四哥。公树，哎呀，好，好，都怪我过去老眼昏花，就没看出来你这位少年才俊，还是戴老板老了，独具慧眼。不瞒你说，当时戴老板向老六举荐你的时候，我嘴上不说，心里还不服呢。要不是人常说这世上不少千里马，少的就是伯乐。毛泽过誉了，公恕不才，有负毛泽栽培。哪里，客气。刚才呢，局长们为你六哥摆完了庆功宴，你的庆功宴就由我给你摆了。这怎么干？你是我的老部下了，我拿自己的俸禄为党国新崛起的精英摆庆功宴，就算传出去了，有谁说我不是？好，好。郑耀先的心绪，像嘉陵江夜晚的风一样难平。知道他身份的人，只有陆汉卿，而影子知道风筝的存在，却不知道他就是风筝。这说明被捕的老陆并没有出卖他，只是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。那是什么环节呢？我今天晚上多喝了几杯，这脑子和鼻子都不太好使了。别动，消音器。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是中统谁的人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中统的人？用消音器的人肯定不是共产党，共产党可没这么阔气。请吧，我们老板想见你。走。老弟啊，有件小事和你商量。不敢当。赵简之的行动队缺一个主官，你看能不能暂时屈就一下？那个队的主官不就是赵简之吗？别提了，他呀没保护好老六，被降了一级，以后啊他就是你的副手。坊间都传啊，说我嫉贤妒能，有意打压老六，还说我什么杯酒释兵权。
我呀是武大郎开店，真是屈杀我了。你可是老六带出来的，我让你当这个主官，怎么样？我毛某人对得起你六哥吧？公叔第六哥，谢毛总。坐下，坐下。臭小子啊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还这么生分啊！你在我这儿吃的盐，比在你六哥那儿吃的饭还多。走。站好了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能把你六哥请来，真是让我感觉到蓬荜生辉呀！你他妈是哪儿来的兔崽子？说什么？摆谱，再摆啊！再摆啊！还他妈抽雪茄，以为穿上马褂就是新郎官了？连我你也敢劫？佛面上挂金，信不信啊？我弄死你们中统的人，像弄死一只蚂蚁，信不信？啊！你说你也不是3岁的孩子了，吃喝拉撒都得我教你啊！拿电话。大爷，拨号。喂，洪叔，找我的啊，你六哥找你。你说你在我这儿，他有什么好担心的啊？都这么大人了，还怕你被人拐跑了不成啊？六哥，洪叔，我被中统的那帮混蛋请到了和谐街14号，你带几个弟兄来把他们的脚筋给挑断。六哥，来，哎，老六，我老毛，毛座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让你这么上火呀？我说你这性子能不能改改啊？别老是那么血气方刚的。你不会是今晚的酒真喝高了吧？毛座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什么？中统那帮混蛋找你麻烦，绑架了你？我说老六啊，你不带这么和你哥哥说笑的啊！谁敢绑架你老六，那不是去阎王爷那儿挠痒痒肉啊！你还别不相信，要不要让庞雄这个混蛋跟你哼唧2声？哎呀，把电话换。娘的逼，反了！真是欺负我们军统没人了！真是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一声招呼不打就敢随便扣人，他们这是找死！我老毛今晚让他们急如丧家之狗，慌似漏网之鱼。国叔，你马上多带几个人，就说是我吩咐的，把和谐街10号给围了，放跑一只耗子，我拿你10万。庞队长，老庞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点声！这到底是谁抓谁呀？我瞧老六怎么都不像吃亏的样子。我是没吃亏，中统吃了大亏。不过这不能怪我，是他们自找的。摘茄子也他妈不看看老嫩。我琢磨着回去洗个澡，好好的睡一觉。
这没成想，这帮混蛋半道上，他就把我给绑到这儿来了。怎么回事？郑长官，我已经问清楚了庞队长是怎么一回事。有个人，我想您应该认识。他妈！哎，老六，给我立正说话！军统再怎么分家，也轮不上你们中统来他妈管闲事儿。这他妈吃屎的狗，怎么拿起耗子来了？老六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田户先生是高占龙先生的学生，目前暂时接替他的职位。高占龙先生的学生，那既然是高先生的学生，为什么不赶快去找凶手，为高先生报仇雪恨啊？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？玫瑰饭店门口那一枪本来是冲我的，高先生替我当了冤死鬼，他是替我死的。可怜，真的，我一直心存不安，希望尽快把凶手缉拿归案。庞队长，请您过来，是想让您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。戒指是最重要的凭证，证明你身份的就只有我了。你打死我！打！咦，这不是回春堂的陆郎中吗？我认识他。怎么了？他有什么问题吗？他是共党，我经常找他去看病，我这眼太拙了，愣没看出他是共产党。他号脉可是一绝啊！可惜他再也不能给你号脉了。他是共产党怎么了？共产党就不能给人号脉了？再说了，他是共产党，你可以把他拉出去毙了。口供都问完了？差不多了。嘿嘿，那还等什么呀？哎呀，老六，你气也消了，别闹了，回吧，时间不早了，明天上班呢。喂。你，老六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郑阳宪，杀一儆百，看他们以后谁再敢跟我玩阴的，这个兔崽子就是下场。下犯上的毛病，不能惯。毛多，毛多，回吧，停。老庞，老庞。晓得，我晓得，亲。
了统治朝派的门，我对哪个出得起？我又不是神仙，咋可能有例外呢？龟儿子，你那天咋不打死我嘛？打死我该多好啊！免得我受罪啊！与其在酷刑中苦苦煎熬，倒不如两眼一闭，让同志成全自己。回忆二人一起走过的10年风雨，陆汉卿知道，郑耀先此时此刻一定会比自己还要难过的要死要活。六哥，这毛人凤明摆着是坑咱们的吗？你说他今天撤了我的职，说不定明儿就得去了你的官啊。孝安怎么不来抱怨啊？嗨，他要没被撤职，他抱怨什么呀？毛人凤为什么不罢孝安，偏偏罢了你呢？这嗑瓜子不得一粒一粒嗑吗？他不可能一大把都塞嘴里啊，不好咽啊。他今天是撤了我，那下一个不就是孝安了吗？这些话是你的想法，还是弟兄们的想法？反正现在是人人自危，军统的这帮兄弟是去是留，生杀大权全在毛人凤那儿。谁要是想当成菜留在这篮子里，全得看他心情。妈的，这差事没法干。有句老话怎么说的？出水才看两脚泥，这才到哪儿啊？别人都说我的兄弟个个都是人精儿，就说现在没看见你六哥一觉也能睡到日上三竿了吗？唉，连个骚扰电话都没有。证明你身份的蓝宝石戒指，你必须保存好啊！将来恢复你身份的时候，戒指是最重要的凭证。毛人凤找你谈话了，还让我接替赵队长的职务，你答应了吗？我是六哥的兄弟，你没点头，我不敢见李王义。你就去接替简之吧，他那儿我去说。多谢六哥关照，可兄弟不敢，请您收回成命。你是怕你根基不牢，压不住那个愣头青？我要是赵队长，我心里边是什么滋味？这以后兄弟之间还怎么相处啊？虽说我听过一句古话，你要不踩着别人的肩膀，就只能做他人的垫背。没错，我是想升官，可这种官我不要，哪怕穷得当裤子，我也不愿意踩着兄弟的肩膀往上爬。这是肺腑之言，六哥莫怪。公叔这辈子讲的就是个义字。算我没有看走眼，你是个可塑之才。既然他毛人凤发话了，你就答应他，否则安插了别人，情况会更糟糕。都说这毛人凤是戴笠身上的一根毛，如今这根毛是千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呀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是您的兄弟，是您一手扶起我来的。公叔这辈子只跟定六哥。好。六哥，以后
该怎么和兄弟相处，不用我再教了吧？六哥放心，这都是一家人了，谁胜谁负无所谓。赵队长，龚队长，大家都是在一个火锅里吃饭的兄弟，有我一口肉，绝不会让你们喝汤。同心，同享，同乐，同聚。对呀，对呀。坐。来，赵队长。小二，加个碗。好嘞。哎呀，老六啊，毛总好。老六，哎呀，对不住啊，有件事儿，一件小事儿。原本呢想让你在家多歇息几天，美人是睡出来的，男人也一样嘛。几天不见，你气色好看多了，都是这趟共区去的。受罪啊！毛座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。你呀，叫老毛。好，坐。这件事呢是刚从中统转过来的，原本呢我打算暗中处理，可是陈真儿，你认识吗？我追了她5年，可惜啊，这小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东北人，性子硬。5年啊，看不出来，咱们家老六对女人还这么有耐性啊！什么耐性不耐性的？这男人啊，吃不着的，总觉得是最好的。其实，这真的追上了，可能也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。再说了，军统的家规，抗战期间是不允许结婚的。戴老板说了，这针不能两头剪，也就是你老毛能跟向颖欣小姐终成神仙眷属。戴老板不光没反对，还亲自在杨森的公馆寓舍给你找了屋子当行员。你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，这可急坏了门外的那些光棍汉，恨不能冲进门去，宁肯一死也得做风流鬼。哎呀，老六啊，惭愧惭愧啊，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。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据中统讲，陈真儿有共党嫌疑，不过人死为大，而你老六要说你是共党，谁信啊？中统那帮混蛋整天吃饱饭没事干，就爱嚼舌头，就像一帮爱挑拨是非的女流之辈。但是你也知道，咱军统是军部门，中统是党部门，管的就是内部忠诚和一党活动的调查。老刘，就算给哥哥个面子，做做样子，免得人家说我护短。毛座的意思是，这是陈真儿的骨灰，你亲自把它处理了，堵住某些人那些不着调的嘴。没有告别，已成永远；没有相约，何时再见？红色的梦，白色的夜。两个世界不能约，谁将一切改
贴上人间深深长，对你诉说思念。硝烟散尽，海风听着哭泣，一人一曲，你在彼岸等着我回来，梦醒不徘徊。他真的把骨灰抛了？挫骨扬灰，错不了。兄弟们都在看着呢。他的表情如何？他好像没有什么表情，就是着急完事儿，催着兄弟们赶紧回去，说就要下雨了，都散吧，别给哥绊道上。还要不要继续追杀？先待命吧。不是我放不过老六，实在是中统放不过他。陆汉卿已经被移交到军统，这牵涉到军统，中统和军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吗？我也很奇怪，这个田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，谁也猜不透。他们给你安排事儿做了吗？暂时在秘书科帮忙。这个田湖认为高占龙留下来素质太差，下决心要大换血，于是就从前线和旧部找自己人来山城。还不是左手托右手，谁都免不了俗啊。后面有尾巴吗？有啊，早被我剪了，还得被你看见。我刚跟江明接过头，老陆已经被移交给军统了。这倒是我们甄别风筝的好机会。老陆不是说，风筝是我们安插在敌人内脏的一把尖刀吗？既然它是一把尖刀，如果它还靠得住的话，那就一定会联系组织救出罗汉卿。鬼子六一直住在办公室，不过在他的周围竟然有大大小小的8处暗哨，不像是在保护他，倒像是在日夜不停地监视他，弄得我们根本没法下手。敌人是想干什么？难道他们也想对付鬼子六？很有可能是军统内部之间的争斗，狗咬狗呗。你想，鬼子六是戴笠的人，这戴笠一死，还有谁在待见他呀？他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不可一世，骄横跋扈，肯定得罪了不少内部人。这就叫做雀捕螳螂，人捕雀，暗送无常，死不知啊。六哥，怎么了？病了？我周围现在有8双眼睛在盯着我，我身上有几个痦子、几根毛，恐怕他们比我自己都清楚。六哥，有些人就是怕您干事。我不干事儿，他们就能放过我？这中统、军统啊，确实是一母所生啊！想打压人，给他扣顶共产党的帽子。我老六从来不敢居功自傲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纵使1000、10000个不是，看在我曾经为党国出生入死的份上，也别他妈给我扣一顶共产党的帽子。我是不是共产党？他老毛不知道不清楚吗？中统的人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，他毛人凤就他妈的顺着杆儿往上爬。这
这算怎么回事儿？照我看，毛作他没想把你怎么样，他也没能耐把你怎么样，他倒是想把这绊脚石一脚踢开。可委座让吗？郑老板、唐老板能答应吗？没有像你们这样能打敢拼的老将牵制。我看某些人一到晚上就得失眠。别看您现在不如意，那都是一时的。毕竟蒋委员这还没有发话呢。忍过这一时，将来军统还是咱们兄弟天下。你认为他毛人凤会给我留将来吗？如果我没猜错，我杀了中统那个兔崽子庞雄的当天晚上，他毛人凤就给委员长打了小报告。他就是这么个人，爱给别人穿小鞋，不大气。可是六哥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没闹明白，以您的智商，不该犯这种低级错误啊。那天在河街街14号，您怎么表现得这么不冷静？至少您不该杀庞雄，好歹他也是中统行动队队长，这样会授人于柄。我为什么会不冷静啊？我现在的处境多尴尬呀！不上不下，没什么家产，还他妈老遭人惦记。看似局长们在给我开庆功宴，实际上呢，是把我拉出来当挡箭牌使呢。若不是功过相抵，我估计用不了多久，我老六就会被人联手除掉。军统啊，现在是诸侯割据的时代。找我有事儿？啊，毛座让我来通知你，中统已经将那个共党陆汉卿转押军统了。天胡说，既然陆汉卿跟军统的人有关，那该怎么解决，是军统自己的家务事，他从此不再参与，也参与不起。所以毛座，请您和他共同会审陆汉卿。老六，今天找你来呢，主要是核对一下口供，你不要有什么别的想法。我会有什么想法？毛作认识我也不是3、2天了，我哪是那种心胸狭窄之辈啊？那就好。这个郎中顽固不化，你先看看中统的审讯记录吧。为人民服务，毛泽东。我现在才体会戴老板深浅的艰辛了。你说这共产党都是什么材料做成的？为了一个信仰，一个主义，靠着自身坚定的意志，就能熬过严刑拷打。毕竟人都是血肉之躯啊。理论上，没有人能熬得过苦刑。共产主义，这共产主义讲的是人人平等，可人有高矮胖瘦，这能平等吗？老郑，可以开审吗？听您吩咐。陆先生，麻烦你睁开你的双眼。你认识郑先生吗？认识，他找我看过病，有的时候他自己不亲自来，就让他手下的兄弟请我过去。他手下的兄弟倒还是客气，喊了花根儿。
那你私下找过他吗？我找过，也找不到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只有他一个病人，找他干啥子？你们仅仅是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关系？熟人。熟到什么程度？熟到可以说悄悄话。都说些什么？比方说，他和他手下的那几个女同事上个床，上个床的这几个女人中，哪个最骚？郑先生生活作风有问题，他还曾经有那个得了花柳病的美人，有些舍不得，还吧嗒吧嗒的掉了几滴眼泪，相思泪。是我劝他跟对方一刀两断的，我还治好了他的病，除了根。那他还对你说过别的什么？我想一下哈，他想找我给他弄点补药。他说他枪伤经常发作，狗似的杀人杀多了。陆先生，你是共党吗？你说的。我说，郑先生是不是共党？老子全招了，免得拿给你们打过去打过来。照理呀，郑耀先他是共产党。你说他是，他就是。那你告诉我，郑耀先是共产党的理由？这古代刑法还讲诬告连坐，你诬告他人什么罪，你就会判什么罪。这还用想吗？他给过我一份情报。此话当真？进了同志招牌的门，我就没有听说过哪个能够活得出去，浑数都是个死，还不如给我来个痛快，在这儿受你们一个二个的酷刑，简直比阎王爷18层地狱还要遭罪。我啊，是生不如死，早死早脱身，将死之人，其言也善，我和你咋子嘛？那你告诉我，这是一份什么情报？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。他什么时候给你的？是他亲手交给你的吗？半个月前，他来回春堂。半个月前？哪一天？就是你们抓我的前一天。放娘的臭屁！你被抓根本就不是半个月前，六哥也不在山城，他上哪儿给你送情报去？对，可能是1个月前。可能？我脑壳都被他们打坏了，好多事情记不清。肯定是1个月前。马总，1个月前六哥在什么地方？别人不知道，您不会不知道吧？老六啊，这家伙胡说八道。1个月前，你受伤入院，连路都走不动，怎么可能给他送情报呢？他没有胡说八道。1个月前，我受伤住院不假，我派手下把他请到了我的病房。这个中医的药是真能治我的病，谁让我犯贱了，就好他这一口。看到没有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你送给我的情报没得假。难道说国民党不想消灭共产党吗？国民党消灭共产党，你可想好了？就这内容吗？是的。那情报现在在哪儿？我交给我的上级了。这么说，你承认自己是共党了？
是，哎，是会这样吗？那你告诉我，国民党什么时候消灭共产党？你既然知道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，却又说不出时间，你是没看过这份情报，还是这份情报根本就不存在？存在。毛座，国军什么时候打八路，您知道吗？这只有蒋委员长和国防部几个大人物知道，外人谁知道？你觉得还有必要审下去吗？哎，要审啊，要审，咋能不审了呢？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，那是随时随刻的哈。蒋委员长的狼子野心，孩儿都看得出来呀。老刘啊，傻子都看得出来，这家伙胡说八道，满嘴跑火车。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鬼子流，可惜老子舍身食虎，都没有要得了你的命。你娃娃命大哦，我陆某人被死惨了，贱命一条，你看着办吧。老六啊，你算是把共党得罪到家了，人家为了收拾你，不惜以命换命，食苦肉计。在咱们军统啊，没见谁有你这样待遇的。你骂够了吧？你那儿有个够哦！哼！你折腾完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了吧？事先声明啊，我可没有六哥这么大度量，让你唾沫星子满天飞，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。你得有个心理准备，一会儿我会找到你的骨缝，把竹签子钉进去，然后用尖头刮你的骨膜。至于疼不疼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当然，你可以忍，我也很有耐心看你怎么忍。但是我遇到的人，没有忍过1分钟的。怎么样？你想挑战这个记录吗？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。既然你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了，那你就把上下级的联络方式说出来，这样咱俩都两清了嘛。我给你1分钟，好好考虑一下。呸！去你妈的！莫不是老子总想着有一天要从你郑耀先手里拿到些军统的情报？老子早就在你的中药里给你下砒霜了，毒死你娃娃，让你肠子都变黑，连50口看了都不得吃。一个龟儿子，乌龟王八蛋！好好琢磨下你自己，要你的命的恐怕不光是共产党，家贼难防。哪一天你自己睡着了，枕头边的人把你的脑壳砍下来当野夫！嘿，鸡毛！中国人民正在受难，我们有责任解救，我们要努力奋斗，要奋斗，就会有牺牲。死人的事情
会经常发生。但是，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，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，我们为人民而死。就是死得其所。老陆，你用自己的命把我保了下来。等我找到影子，我就下来陪你。咱们在马克思那儿不见不散。随着陆汉卿的牺牲，郑耀先和组织的连线被彻底切断了。他从此就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，挣扎在茫茫险恶的天空中，随时会跌落在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地方。老陆是怎么走的？检兵报告，中统将老陆移交给了军统。经郑耀先这么一审讯，人就牺牲了。我都不用问，除了那个九死都难抵一身血债的鬼子六，凶手还能是谁？还会是谁？我现在要问的是，老陆到底是怎么走的？说呀！老陆从刑讯室抬出来的时候，鲜血顺着担架一直往下滴。简明说，是鬼子六让他的手下用竹签捅死了老陆，从左眼扎进去，从后脑出来的。军统还不让家属认尸，把尸体随便拉到荒郊野外扔了。丢在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个风筝啊，他保不了老陆的人，难道老陆的尸体他都保不住吗？就这样丢失荒郊野外了啊！老陆牺牲了，一经过郑耀先就牺牲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有人为了掩盖真相在杀人灭口。不，杀人灭口还不够，还要毁尸灭迹，瞒天过海。你不会是怀疑风筝吧？何止是怀疑，老陆啊，你怎么就没有认清楚这条披着人皮的狼？你个迂腐的、文人的脑袋比茅坑里的石头还臭都硬。他在那里八面玲珑，而你
却举荐有功，死到临头你都在为他打保票，你说你死的冤不冤？可是风筝，他帮过曾墨仪，送出过那个绝密小卷啊，那更可怕。谁知道是不是用的苦肉计？那个胶卷会不会掉了包，成为了迷敌情报？您是说，风筝就是鬼子六？啊？我不敢想，我也不能想。可是，在延安，根据提供的那个绝密胶卷，组织上可是一举抓获了73名潜伏的军统特务，这怎么算？没错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敢想。如果不想，那就是对组织犯罪，对人民犯罪，对历史犯罪。我想起来了，游击队刺杀鬼子六的当天晚上，陆汉卿破天荒地违背组织不能横向联系的纪律，擅自来找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又惊魂失魄，大惊失色地跟我说了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话。难受啊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他还对我又哭又喊，发了一通牢骚，这都是为什么？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弄清楚，否则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。人民会要骂我们共产党的娘。如果风筝真的是鬼子六的话，杀了他，就算我们清除叛徒了。对，如果鬼子六真的是风筝的话，那可真不敢想。也不能想。岳书记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证实了吗？陆汉卿和风筝一直是单线联系。他曾经告诉我，组织上为了掩护这个风筝，在长征的时候就把他所有的资料全都销毁了。也就是说，从此查无此人了。这个风筝到底是谁？只有中央总部知道。可是，一定是天机不可泄啊！我们该怎么办？小黑牺牲了，新来的报务员已经就位，电台启用了新的密码和频率。我得马上给中央发报，告知他们陆汉卿牺牲以及风筝脱险的消息，看看上级究竟怎么回复我。怎么回复我？正匪要先杀我同志，迫害我革命群众，满手血腥，罪大恶极，不除不足以平民愤，不除不足以告慰死难先贤。特此，上级命令我们游击队要不惜一切代价，坚决彻底的铲除正匪，必要的时候可将其就地处决。陆汉卿的死，使毛人凤暂时停止了对郑耀先的审查，但也让他面临一个最严峻的问题：断线的风筝以后该怎么和上级联系？那份关于党中央撤离陕北的情报，又该如何通报延安？他想过用明码向党中央发报，但那样影子马上就能判断出谁是风筝。他也想过去曾家岩50号报信，但谁又能相信军统六哥送来的情报呢？
蓝宝石戒指是陆汉卿留给他的唯一遗产，他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。哪位？喂，我是毛日凤啊。老六啊，毛座好。老六，快，坐。毛座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还能怎么着呀？老六啊，你也知道，我过去呢不过是代理主任的秘书，说白了就是戴老板的传声筒，拉大旗扯虎皮的，替他看家护院罢了。看家护院那得有本事啊，遇上贼上门，他得有个好牙口，不是？老六，你刚从外面回来，有些事情呢你还不知道。在咱这军统啊，这将字号的人是大有人在。虽说我的地位啊和他们不分伯仲，但我的资历相差一大截子了。他们眼里根本没有我，我呢也不敢对他们指手画脚。他们讽刺我，说我内勤没做过处长，外勤没做过站长，加上年初戴老板指示我成立财产清理委员会，整顿歪风邪气，打击贪污腐化，这着实让他们吓破了胆子。但戴老板这一死，失去了管束，这不义之财、荣华富贵又都保住，他们现在轻松了，轮到我紧张了。毛座，您紧张什么？难道你也收了不义之财，睡了汉奸的小老婆？老刘，我老毛是那样的人吗？都知道我是戴老板的人，谁还不懂人走茶凉？我是陪着12分的小心呢。他们啊是要跟我秋后算账，别的找不着，就欺负我才疏学浅，没有资历，没有业绩。军统如今是3分天下，毛座可是独掌浙江系呀。哪有什么浙江系啊？我老毛也不过就是一介浙江人罢了。陈文伟做是浙江人，落了个同乡的名声。哎呀，我现在是放屁不响，又能怨谁呢？毛座，需要我做什么，您直说。好，我就知道我们家老六是个痛快人，这哪朝哪代啊都需要能干的人。你老六啊，就是我遇到的最能的人。毛座，别再给我戴高帽子了，小心我上天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密捕了一个共党交通员，他从曾家堰50号出来，要借到西安去延安。身份确定吗？而且他身上握有共党的至高机密。需要我怎么做？撬开他的嘴，挖出共党至高机密的内容。我是不再相信这帮愣头青了，交给他们审，我着实放心不下。这共党似乎个个都是铁打的，这接连发生的曾默仪、陆汉卿之类的事儿，让他们审也是白审了。俗话说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就说你老六啊，连荞麦也能榨出4两油来，所以啊，我请您亲自出马。别您的，小心我闪了腰。兄弟啊，哥哥也就跟你说说套心窝子的话，我要有业绩，有了业绩，他们就不敢轻看我呀。我做官不为别的，我是不忍看到咱戴老板打下的军统天下跟了别人的姓。现在，那个共党的交通员在哪里？郑耀贤用最短的时间，在脑子里思考着这件事是否有诈，是毛人凤又一次对自己的考验，还是他真的想借助他人之手捞取升官发财的资本？
知道这个屋子里为什么只有我们2个人吗？姓名？问我？这儿还有别人吗？吴福。还用过其他名字吗？没有。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儿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去曾家岩50号找谁？做什么？曾家岩50号住着共产党人不假，但也有国民党人住在那儿。同一屋檐下进出的也是同一个门。我是去看朋友的，国民党人的朋友。我问你去找谁？没有问你那个谁是什么党派。一个人藏不住的是他的眼睛。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你的眼睛都告诉了我，是真话还是假话。那我就不说话。你不会不说话的。做这种抵抗无济于事。我这里有测谎仪，同时我会把喷陀散注到你的血管里，一旦失去了控制，你就会说话了，而且会滔滔不绝，说的都是真话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就是我的真话。哎呀，来这儿的人好像不经受点皮肉之苦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那就先给你来点雷声大雨点小的吧。郑长官言过其实了，哪指得上什么美国人的洋玩意儿？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酷刑还用不过来。知道东厂西厂是怎么整人的吗？他们可以把人整得不像个人。但实际上，他还是个人。他们也可以把人整得像个人，但实际上他恨不得自己不是个人。要哪种效果？你挑一样。啊？鼠燕、蛇龙，都还有。你杀了我，只要你死得太快了。最好玩的是叫烹煮，就是把你放在一个装有冷水的锅子里，小火慢涮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让我死！杀了我！让我死啊！你这种人啊，就他妈贱！不打你不说是吧？啊！等着啊，等着。你这是要干嘛？看到没有，铁刷子，别怪我啊！杀猪拔毛看过没？一会儿那开水啊，就这么一泼，这铁刷子就这么一刷，就剩白骨了。你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等水再烧开点了啊，等着。杀了我吧！杀了我吧！曾默仪、陆汉卿以及江心的死，给郑耀先带来的是无尽的心理创伤。老陆牺牲了，组织并没有派新的人来找他接头，他也没有办法去请示组织，而且中共游击队在分分秒秒找寻着杀死他的机会。在行训室外面抽烟的时候，他擅自做出了决定：如果真如毛人凤所言，被捕的吴福掌握着我党至高机密，那么这一回宁肯牺牲自己，他也一定要解救出这位同志。
又遇上个铁打的，纸糊的。我说谎，我说实话。你先下去吧。我还想拿你当个实验品，试一试美国教官教的审讯技巧。哼，这没想到这么快你就屁了。这间刑讯室可来过不少共产党人，还有女的。你连女人都不如。你们共产党不是连死都不怕吗？怕死，当什么共产党呢？抬起头来，说实话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你去过曾家岩50号？是。做什么？我是交通员，从曾家岩50号取情报，取到西安，到延安。什么情报？是一份会议纪要。情报呢？你们在抓我的时候，我躲进了一个防空洞，我就把它藏在里面了。什么内容？是最近一次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的纪要，说蒋介石在半年之内要击溃新四军和八路军，然后分区围剿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军事部署和兵力分配。记性这么好，管家给东家报账。哎呀，我就是记性好，因为这次会议纪要内容太多，组织上又要求精确度和保密度，通常我传递情报都是用脑子记的。你骗3岁的孩子，国民党的最高军事会议会混进共产党人旁听？那确确实实是有共产党在里面旁听啊！哦不是旁听，是速记，是速记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我看过那份会议纪要，是速记的形式。我原来接受过速记培训，我知道那些道道。你说的这些都是实话？我没有骗你，都是实话。你要敢骗老子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！我告诉你，长官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我没有骗你。不信，我可以带你们去找，就在那个防空洞里。现在抗战已经结束了，没人再去那个防空洞，那个地方连鬼都不想去，太惨。站起来！我没有骗你。没有骗你啊！该死的！不娘子！快点！快点！是那儿吗？肯定是这儿。当年躲日本人飞机的时候，就经常躲到这个防空洞里。我对这儿很熟，摸着黑都能知道哪有拐弯的。听着，你现在去里边找你丢的情报，如果找不到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在的，他一定在的。当时我是拿油纸蜡封封好的，我把它藏在石缝里，一定还在那儿，一定在。体弱的人都怕冷。穿上吧，带他走。走。
你挺明白的，早早决定投诚，稀土免罪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但是能不能免去你对党国的重大罪过，还得看看这份情报有没有价值。进去吧。这个防空洞就一个出口，1人藏物，10人难寻。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就行了。怎么？你们还担心这个纸糊的共党叛徒会撞石壁而死吗？啊？知道吧？空袭的时候啊，我常常溜到洋人别墅的地窖里偷酒喝，有不少都是上等的白兰地啊！走，看看。怎么样？有动静吗？没有动静。诸位，不用我说，你们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到了这里。好端端的一个共党叛徒，竟然众目睽睽之下死于非命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想杀人灭口。这个凶手就在你们中间。吴福从望龙门看守所出来，一路到防空洞，只有你们中间的某一位有机会接近他，在他身上做手脚。是谁杀死了共党叛徒吴福？这个谁，我已经知道，是你们中间的哪一位。现在你们面前放有一杯酒，无愧者大胆的喝下去，有鬼的请听清了，你的那杯酒里有剧毒，念大家好歹兄弟一场，我给你留一句全诗。怎么都不敢喝？都有鬼吗？好，老六要喝了，就是不做贼心不虚。这酒不赖啊。老六，你这是做什么？
不是弟兄们心里边有鬼，而是怕您日理万机，忙中出乱，怕那杯有毒的酒再搁错了地方，那可又是一桩冤案。我呢，虱子多了不怕咬，这喝一杯也是喝，喝10杯也是喝，索性喝个痛快。老六，你会喝多的。我要的就是一醉方休。毛子，你说是请兄弟们喝酒，找内鬼，可是在我看来，你这就是杯酒释兵权，借力打力。老六，生气了？醉话不算话，这还是你跟我说的呢。老六，别再找什么鬼了。那个心中有鬼的人就是我，我手痒了，我他妈就是跟共产党过不去，共产党跟我过不去，给我下了追杀令，还不允许我杀个把共党啊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蜡，我就是要杀共产党，来一个我杀一个。来他妈2个，我杀一双。六哥，六哥，六哥，毛总，醒了吗？醒了一次，喝了些酽茶又睡了。你怎么戴口罩啊？这屋里的味儿。我怎么就没有闻到味儿呢？摘了。是。就这么照顾长官的？出去。老六，老六，哎，我老毛。毛阎王。我这么面善心和的，像阎王吗？你没把我送进望龙门看守所？哎，你自己睁眼看看啊！这是你自己的办公室，你昨晚酒喝高了，吐了一塌，就这味儿啊，连苍蝇都不愿意落脚。你这是要抓我呀？还没醒，出去！我为什么要抓你啊？你发誓要做业绩的共党叛徒，死在了案发现场，这情报也毁了，你的一番苦心，落得个人财两空、鸡飞蛋打。哎，你老毛多精啊！什么时候干过这么窝心的买卖啊？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哎，我想啊，您轻则说我渎职，重则告我通共，我就借着你的酒，把自己灌了个水饱，不喝白不喝。这黄泉路上酒瘾上来了，我上哪儿找酒馆去？您要不抓我，我可就借坡下驴了。吴福怎么死的？我审他的时候啊，以为有一场硬仗要打，这没成想，就吓唬了几句，他就招供了。他供出什么了？他说咱们军统高层有共党间谍。
代号风筝。开始我认为他是信口雌黄，可是后来他跟我说，他藏在山洞里的那份情报，就是那个风筝送到曾家岩50号的。谁是风筝？